这个男人叫叶小二，现在正常来说已经60岁了。然而实际上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活了多少年。40年前，他穿越到异世界600余年，好不容易修炼至渡劫期，却渡劫失败。原以为可能要生死道消了，再睁眼却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世界。这个世界都已经过去40年了，自己现在无亲无故，人生地不熟的，去找个山头隐士独居算了。先生，你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原来是有人看到玉凡站在塔顶一动不动，担心他是想不开想自杀，于是报了警。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看看。身份证是村里开的身份证明吗？是的。可他哪拿得出身份证明？民警发现玉凡拿不出证明，只好将他带回警局。我现在已经60岁了，因为一直在山头隐居才回到这边，所以才不了解现在的情况。但民警并不相信，毕竟一个看似20岁的小伙子说自己已经花甲之年，想想也不太可能。从叶小二口中得知他是上清村人，民警调查了一番，震惊地发现，正如玉凡所说，他已经60岁了。你这是怎么保养？这个可能山里的空气清新，灵气足，所以人也老得慢。是这样的，您现在没有身份证，可以说算得上是黑户了。我们根据调查，您还有一个儿子，您看你要不要去找他？什么？我怎么会有一个儿子？不会有错的，我们根据数据库检验到，你有一个直系亲属，该直系亲属的母亲是江秋云女士。经过回忆，江秋云是叶小二的女朋友，因为一点小事而闹分手。原本只是耍耍小性子，可他没想到江秋云居然为他生了一个孩子。秋云在哪儿？快带我去见她。叶先生，您别急，江秋云女士已经在20几年前因病去世了。去世了吗？玉先生，请节哀。这是您儿子叶嘉庆的资料。通过民警给的资料，叶小二发现自己还有3个孙子和孙女，大孙子叶简，大孙女叶妍，小孙子叶玲。我带你去找他们吧。你好，请问你们是？你好，程素桦女士。是这样的，我们在明珠塔找到了这位先生，根据调查，这位先生应该是您丈夫的父亲。你没有弄错吧？这么一个年轻人，你说是我的公公？盛素华打量了一番，发现她与自己的丈夫长得还真是像。难道自己的公公在外面还有其他的孩子？根据我们的血缘数据库检测，可以探测到玉先生和倪先生的亲子关系是99%，是亲父子关系。民警解释道，并拿出了找到的曾经留下的老照片。叶小二和江秋云谈恋爱时，曾去过照相馆里拍过照。馆长看着对俊男靓女郎才女貌，征求过2人的意见后，将照片挂在店门前做宣传，这也是民警能确定玉凡身份的原因。确实是自己的婆婆，虽然婆婆走得早，可每年祭拜时都能看到。请问您今年贵庚？我已经60岁了。你确定她真的有60岁了吗？你看这长相能像是60岁的人吗？虽然不可置信，可我们这几天认真调查过，玉先生是在80年代初期隐居山林的，很多东西还是能查到的。我们这边能确定玉先生的身份，或许您问问您丈夫，核实一下。我也想问问，可是如今你们进来看看就知道了。怎么回事？高空坠落，手术完后有段时间了，可是人一直没有清醒，手中的钱也不够了，只能将人带回家了。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就先。虽然我不清楚您是不是我公公，可您和我丈夫确实长得很像。你也没地方可以去，先留下来吧。您先坐，我先去做。还好自己回来了，不然这孩子可能一辈子只能躺着考。短短几分钟内，叶嘉庆的身体损失便修复了。这个男人修仙600年后，正在渡劫飞升之时，陨落在雷劫中，回到了他原本穿越前的世界。意外发现已经过去了40年。你是谁？我是你父亲。这是我跟你母亲的相片。哪里？啊，是我回来迟了，如果我能早点回来，你母亲她或许就不会死了。这么多年，您去哪儿了？你怎么会一点都没有变？自己去了异世界的事情说出来，似乎太不可信了。我因为一些事情隐居在深山，一直未曾出世，如今到了该出来的时候，便出来了。那您如今出来，是否会对您的安全有影响？我想，目前没有人能威胁到我。玉先生，吃饭了。嘉庆，你醒了。
素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虽然这段时间他一直睁不开眼，但家里发生的事情他还是清楚的。好了，先带爸去吃饭吧。这500元钱是刚刚从桌上发现的，应该是之前的小民警，看来这也是个善良之人啊。盛素华从郁家庆口中知道了郁凡确实是他的父亲，并且父亲还救醒了他。谢谢公公。我的儿子自然要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谢谢这种话就不要说了。饭菜是不是不合您胃口？这倒不是，素华做的饭菜自然是好吃的，只是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灵果仙露，很久未曾吃过饭菜了。父亲能这么多年不老，是不是在修仙呢？不得不说，郁家庆的猜测是正确的。从郁家庆或盛素华口中得知，孩子们在上班和上学，吃晚饭时才会回家。这个房子太小了，有必要去换个房子了。虽然目前并没有钱，我之前便探查过，我的储物空间还在。曾经去异世界的人界游历过，空间内也收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出去走走。叶凡选出一块最不值钱的玉，决定找家当铺给典当了。用神识扫描了一圈周围的环境，总算是找到一家小当铺。先生，您好，请问您是想要典当些什么？我要当了这个，你看看，值多少钱？请你先稍等一下，你这玉我看不出，我这边需要师傅检验玉的品质。梁师傅，您给长长眼，这玉似乎是个好东西。这小地方能有什么好东西？这是老坑玻璃种啊！没想到临到老了，我还有机会见到这么纯粹的老坑玻璃种绿翡翠。快给秦少打电话，这个东西要卖，我们可做不了主。这么纯粹的翡翠玉，而且制作工艺精细，极具年代感，目测应该有不少历史了，少说也值2亿了。秦少，我们店里有贵客要卖老坑玻璃种，梁师傅说他做不了主，要请你过来一趟。老坑玻璃种，好的，我马上过来。郁先生，您这块玉我做不了主，我们老板马上就过来了，您请稍微等等。经过2人商议，这块玉原本的价值就不止2亿，再加上虽然不清楚是哪个朝代的，但可以确定为古物，秦明哲开价3个亿。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先生您好，我们这边的师傅掌过眼，确定您这块玉是老坑玻璃种翡翠玉，我可以给您开价3亿，您看可以吗？想必3亿买个房子还是能买得起的吧？可以。那先生，请您将您的姓名和银行卡号告诉我，我给您转账过去。这时郁凡才想起来自己拿了临时身份证，可是并没有办理银行卡。我没有银行卡。那我给您支票，您自己去银行柜台取钱可以吗？可以。现在时间也还早，先去银行将钱取出来去买房子。叶小二虽然不了解如今华国的发展状况，但也能从他人的言语中得知，现在支付方式的快捷，仅仅只需要银行卡或者拿着一个方形物品刷一下，便能完成交易，比起以前还是方便了不少。所以郁凡很是淡定的在银行里办理了一张卡，将支票上的钱给取出来存了进去。我修仙回来后，家里房子太小，我要带儿子去买大房子。父亲出去了2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回来。他才出世，对这个世界并不了解，要是走丢了可怎么办？不行，我得出去找找。你要去哪儿？爸，你终于回来了，我正想出去找你。找我做什么？对了，你知道哪儿的房子比较好吗？最好的当然是海景1号和君城一品了，这可是不少打工人梦想中的房子。爸，你是想出去租房吗？您就住在我这儿，我和素华会照顾好您的。住当然是要住一起的，我不喜欢这种楼梯的房子，有没有和别人分开独栋的？独栋的，那只有别墅了。别墅？是啊，别墅就是独栋的，就是价格昂贵。那就它吧，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去买别墅吧。爸，你在开玩笑吗？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可是我们哪来的钱？放心，你直接带我去就行。爸，这个别墅都需要预定看房的，今天可能看不了。那先去你之前说的房子内去看看。看来今天是没法住进儿子所说的别墅。叶嘉庆只能带叶小二去海景1号和君城一品看看，也好让父亲了解一下现在的房价真的堪比天高。先生您好，请问你们是来看房子吗？是我父亲要看房。啊，是这位先生要买房。一个中年男人称呼一个年轻人为父亲，现在的人都这么玩。先生，您是想看多大的户型，或者您有什么购房要求？
离人远点，环境要最好的。如果要环境好，那自然只能选择高层房，视野要更开阔一些。这个顶层可以。哇，先生，好眼光，这是海景1号的天秤座楼王，是一套复式楼，面积有780平米。可以，就这个。爸，你这牛吹大了，一会儿要怎么收场？先生，那我现在带您看房可以吗？可以，如果房子不错，最好今天就能入住。先生，您今天要看房的话，是需要验资的，如果存款低于5000万是不能看房的。爸，您知道验资是什么吗？就是要看下您银行卡里有没有能达到这边买房的门槛。海景1号是海市有名的豪宅，不是可以随便参观的。看银行卡，我知道了。可以了，两位先生，请跟我来。这可是大客户啊，卡中可有3亿，要全款买下楼王都没问题了。这层顶层复式，一共是7室3厅5卫，您可以参观一下。行了，我买了。怎么，现在不能买吗？可以的，当然可以。这套房因为是精装修，所以售价是2.1亿元。您确定您要买吗？确定。您稍等，我这边马上准备合同。两位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交易成功。我爸真的买房了，而且还是买的海市豪宅中的楼王，我难道是富二代？玉先生，交易已经成功了，麻烦将您的身份证给我复印一下，我需要用证件去办理房产证。用他的身份证。爸，这是您买的房子，怎么能写我的名字？你是我儿子，我房子不买给你，买给谁？玉先生，您的身份证也要拿出来，我这边需要登记转账人的信息。1962年出生。是的，我父亲今年已经60岁了。现在的医美技术都这么好了吗？原本以为是个有钱的公子哥，想着自己若是勾搭一番，应该是少不了自己的好处的。原来这个看似年轻的人，居然已经60岁了。虽然外表很英俊，但自己还是很难过这个坎。走吧，现在天都快黑了，孩子们也该回来了。我们去接上素华和孩子们，今晚便住过来。我带儿孙去买衣服，遇到受伤老人，随手将他治好。家里3个孙子已经回来了，盛素华已经对孩子们讲过爷爷回来的事情，并且告知了孩子们爷爷看上去很年轻，让孩子做足了心理准备。妈，爷爷过来了，咱们家也没地方住，要不爷爷就跟我挤一张床吧。还是家里太小了，妈，我们先忍忍。我现在已经在一个剧组做配角了，以后一定可以买上大房子的。几人商量了一番爷爷的吃住问题。这看上去比大哥还年轻，真的不是爸爸的私生子吗？小子，你胡说什么？敢对你爷爷不敬！爸，您看这孩子从小就调皮捣蛋的，您别跟他计较。没关系，今天爷爷来的突然，没有给你们带什么好礼物。叶小二从储物空间拿出他从异世界收藏的几个最喜欢的物品，分别送给他们，都是比卖出去的老坑玻璃中品质好上10倍。素华，收拾收拾自己的随身物品，我们今晚要搬家。搬家，搬家，搬家，搬家。哇哦！好了，爸都说了让我们搬家，你们先带上自己暂时要用的物品，其他的东西明天再来搬也不迟。爸，我们不会要搬到这里住吧？爸，你确定我们进去了不会被赶出来吗？管他呢，先进去看看。对于这种豪宅，就算只是在里面瞄一眼都很爽啊。爸，你是在哪儿发财了吗？居然租了这么大的房子。什么租的？这是你爷爷买的。告诉你们，房产证上可写着我的名字。爷爷居然这么有钱，难道我们是富3代？好了，别愣着了，你们自己选择房间，大家肚子都饿了吧？一会儿带你们出去吃东西。几人将东西都收拾好后，随意找了一家高档餐厅吃饭，还带他们去商城一人买一身衣服。走出商城，一阵嘈杂声传来。有人摔倒了吗？叶小二原本不欲管他人的生老病死，看到小孙子焦急的模样，还是决定救一救。罢了罢了，就算与他有缘吧。不要随便挪动他，要是真出了事，你可负不起这个责任。父亲能将自己救醒，必然是有着不俗的医术的。我父亲是个医生，让他看看。父亲，哪儿来的老中医吗？那让你父亲来看看啊。那不就是吗？你是在开玩笑吗？叶小二没有在意旁人的话。现在的世界可不能随便让一个人就从接近死亡的状态下变成活蹦乱跳。叶小二以精针度气，更快速地将老人体内衰老的器官恢复生机。好了，你们送他去医院就可以了。原来真的是中医啊，这技术厉害了。没想到爷爷居然这么厉害。是啊，爷爷这医术堪称神术啊。回到家后，
叶小二便回了自己的房间。今天使用了不少真气，不知道目前蓝星的灵气是否能快速的将自己的真气弥补。原以为蓝星受到的环境污染太过于严重，灵气应该是不足的，没想到玉凡仅仅运转他在异世界所学的功法天眼玄书，便能感受到灵气缓慢的空气中流动了起来，从一丝丝到一缕缕，灵气不断的汇聚着朝玉凡流动。很快玉凡便将真气补足，并且还让自己身体更能适应如今的状态。原本以为自己可能一直只能在筑基期了，没想到蓝星上的灵气虽然没有异世界那么充足，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稀薄。第二天一大早，叶景去上班，叶灵去上学，叶嘉庆和盛素华则去将家里的一些东西简单收拾过来，准备周末的时候来一次大搬家。叶岩需要过2天进组，在家休息。叶岩打开了虎鱼直播，想着吸一波粉赚赚钱。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妍妍，非常抱歉昨天割了大家。妍妍，割了我们要怎么算？等等，主播这是换地方直播了？哟，主播发达了啊！那个客厅看上去挺大的，是主播家吗？昨天是我家长辈回来了，所以才割了大家。今天一定会好好补偿大家的。这是我昨天搬来的新家，家里人太多了，所以换了个大一点的房子。这房子看上去可不止大了一点啊！主播，我们想看看房子。对，主播，你带我们看房子，我们就不用你的补偿了。哇，可以啊，既然大家要求，那我就带你们参观一下。叶岩拿着手机，一边走一边对着镜头说。从客厅看过去，可以看到绿锦江的全景。能看到绿锦江全景的，不就是绿锦江正对着的海景1号吗？对，我说这里怎么看上去那么熟悉呢？我以前在探索豪宅中看到过这套房，是海景1号的楼王。你们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里面都是精装修，主播都没有改变装修。主播，你果然发达了。玉言平常对房子了解的少，不清楚什么海景1号楼王的价值。这是我爷爷买的，就是1环内的一套房，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主播，你似乎在开玩笑，要知道这套房的价值可是2个亿啊！干椒主播是真的不了解房价。我本能御剑飞行，但得遵守现代社会的法则，所以只能带上小孙女去买车了。叶小二在家修炼了一晚上，知道目前只有自己和叶岩在家。目前家里没有车，还得去买一辆啊！毕竟现代社会可不能御剑飞行，还是得遵守这里的原则。他从神识中看到叶岩正对着那个被人称为手机的方块说话，从楼上栏杆上一跃而下。我去，苏博，你身后有曹人！我以为是我眼花，原来是真的有！居然能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还没有一点事，这不加入国家队对得起国家吗？叶岩不知道粉丝们在说什么，转过身看到叶小二正站在他身后。爷爷，您在家啊？你在做什么？哦，这个我在直播。直播？叶岩想起自己的爷爷一直隐士在深山，似乎对现代社会上的东西并不了解。对了，爷爷，你也买一个手机吧，这样也方便联系。手机就是这种小方块的千里传讯法器吗？爷爷，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是法器？哈哈哈，这个人好逗。等等，为什么主播会喊那个年轻人爷爷啊？主播不会是被人包了吧？这是和金主之间的爱称吗？这人手机都没有买，身上来的吗？叶岩跟玉凡解释了一番手机的作用，突然想到自己还在直播，连忙把直播给关了。我要出去买东西，你要去吗？叶岩担心自己爷爷刚来海市，人生地不熟的，自然是要陪伴着的。爷爷你想去哪儿？我好叫车。我就是想买一辆车，这样方便。家里没有车，爷爷还得跟人挤公交，这样似乎也不符合爷爷的这身气势。叶岩认真的思考了一下，直接打车到 4S 销售店。下车后，叶小二通过神识知道哪家的人气多，带着叶岩就走了进去。爷爷，我觉得您更适合更宽大舒适的 SUV 一点。叶小二就想要那种空间最大的，看上去就舒适的。你好，先生女士，有什么喜欢的车型吗？就这款，我要了。还有人这样买车？哇，是这样的，先生，这款是我们推出的一款中大型 SUV 库里南，价格也是较为昂贵的，你要不要先看看？不用了，就这个，这款最符合我的心意的。哇，好的，这款满配置的价格是890万元，1周内可以交车。一定要1周后吗？现在没有吗？爷爷，这种车都是需要提前看的，车都要从国外运回来的。听到叶岩的解释，叶小二理解，拿出银行卡付了钱，留下叶岩的电话，便离开了。随后带着叶岩去买了一辆看上去十分适合女生的红色法拉利，便带着已经晕乎乎的叶岩回家了。在玉凡这边买车的时候，另一个大宅子里，爷爷，那个救了您的人很奇特。根据下面的调查，
那个人之前一直隐居山林，直到最近才办理了身份证，和他的亲人们相认。最为奇怪的是，那个人已经60岁了。就我那人似乎看上去只有20岁，你确定没有调查错人？爷爷，这点我不会出错，这里是有他的照片的。确实是这个人救了我。一个60岁的人这么年轻，想来必定有些奇异的手段。他的医术也特别的厉害，能短时间内能修复我的身体，让我的身体回到10年前的状态。这种手段可不仅仅只是医术了。这样的人似乎有些不太科学啊。警幻啊，这个世界上有不少的事情是我们没有见识过的。曾经听一位老友说过见识到的一些奇人异事，想必他们都是同一类人吧。这样的人若能结识更好，若不能也千万不能得罪。老爷子也太夸张了，可毕竟是救过爷爷命的人，尊敬也是应该的。准备好礼物，别人救了我，也应该去感谢一番。好的，爷爷，我这就去准备。把我那新得的几两大红袍带上。爷爷好不容易从别人手中淘换到的几两茶叶，可是一直当宝一样，自己都舍不得喝，如今居然舍得拿出来了。我大孙子在公司被女领导潜规则，我让他离职回家。叶家庆夫妻回来后，听到女儿说父亲又买了2辆车，原本还没觉得什么，听到车的品牌和型号，自然又是一番惊叹。叶景今天不回来吗？大哥每天都这样，昨天还是因为妈给他打电话才早点回来的。他们公司忙，叶景每天都要加班到比较迟才回来。叶岩对于大哥的这份工作早就知道了，快消品公司，在那里累死累活好几年，就因为不接受被潜规则，升职屡次被压制，拿着低微的提成吊着人。还不是他的那个上司，就是个更年期的老女人。看大哥长得俊俏，想要潜规则他。大哥这样老实巴交的人，居然会有人想要潜他？大哥那张脸还是很能打的好吗？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大哥居然还这么辛苦的想要靠能力。让你去伺候一个快50岁的老女人，就问你愿不愿吧。那大哥他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还不辞职？唉，都怪我之前跟他说过，在一个地方就要好好干下去，不要东想西想，最后可能会什么都得不到。谁知道他还真的一直没跳过槽。应该也和我们家的条件有些关系吧，没有工作负担更重。若是这份工作不是自己喜欢的，不去也罢。给叶景打个电话，让他回来。现在的叶家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去为生活奔波的叶家了，你们只需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们的后盾就是我。那我可以去做一个电竞选手吗？叶灵他就是不想读书了，想去打游戏。我虽然支持你们想做的事情，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家里有不学无术的人。才不是打游戏，电竞选手可是可以为国争光的，那可是正规的体育项目。玩可以，但学习不能落下。如果你能一直保证自己的成绩名列前茅，我允许你去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叶家庆连忙给叶景打电话，让他回家。而此时的叶景正备受着骚扰。业务经理张芷早在叶景刚入职就看中了他，可惜他无论明示暗示，叶景都跟个木头桩子似的毫无所动。这段时间他以工作为由，要求他加班，故意打压他，想让他服从。叶景，今天有空吗？加完班一会儿一起吃个饭吧。我妈已经给我准备了饭，我回家吃就好。回家还有这么久，人都饿坏了，不如我请你吃饭。不去吃饭，工作就别想做下去。叶景虽然有些内向，不太爱说话，可并不傻，立即便明白了张芷的意思。还记得你答应。不好意思，张姐，我接个电话。我从妍儿那里知道你现在的工作情况，如果还有热爱，那就做下去。只是因为生活，就不必屈居于人。毕竟我们叶家已不同往日。叶景认真的思考了一番，他为什么会加入公司？是因为他从普通大学毕业出来，这家快消品公司是唯一给了他这个职场新人工作机会的。可在这边也待了3年了，在这3年里，比自己后进公司的实习生都凭借着一张嘴升了职，而自己却依然拿着低廉的底薪，说自己喜欢这行也不尽然，不过是为了能补贴家用罢了。我知道了，爸。张姐，我家里人在等我，我就不跟你一起吃饭了，单已经遛完了，我要回家了。小玉，你确定？这段时间可是业绩考核期，你的业绩可是不太好看呢。叶景得到了自己的爷爷和父亲的支持，他才不怕这点威胁。张姐，
业绩的事情您看着办吧，我明天就会请辞。你居然想辞职？叶景，你好好想想你家里的状况，辞职这话我就当没听到。这样吧，你陪我吃了今天这顿饭，我就给总经理说说你升职的事情。不用了，升职的机会您还是留给其他人吧。我嘴不甜，也不想出卖自己的身体去换取这点利益。好，叶景，你好样的，你不想做，多的是人想做。要不是看你长得还可以，你以为你还能留在这个公司？叶景可不管这些，直接走出了公司。叶景回家后，原本以为大家都在休息了，没想到一家人都聚在客厅。叶林和叶岩正在跟他们爷爷科普着现代社会的一些常识。大哥，你回来了，你辞职了吗？当然，以后我可能就得失业在家了。既然你明天没事做，那就和你爸陪我出去走走。好的，爷爷。根据这2天的观察，叶小二发现自己家的几个孩子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叶家庆脑子灵活，思维转变接受度强，这样的人其实是最为适合做生意的。而从他们的交谈中也能发现他自己是有这个想法的，只是苦于没有资本去做。狱警为人老实勤奋肯干，就如手下最强有力的兵将一般，指哪儿打哪儿。预言热爱演艺圈，希望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演员，却不愿屈居于娱乐圈中的潜规则。最为活泼的小孙子有着一个电竞梦，也和曾经还未穿越前的他是最为相似。无论如何都要帮孩子们完成梦想啊！我随手救活的老人是一家电子公司的董事长，带着名画到我家感谢我。第2日早上，还未等玉凡出门，就有人登门拜访。自己家刚搬来，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知道，怎么就有人找上门了？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立着的老人和年轻人，叶嘉庆一下子就想起来了他爸爸救的那个老人。去将你爷爷给请出来。冒昧来访，是我的不对。叶先生若是还未起来，我可以等等。叶嘉庆自然不会让客人干坐着等待，拿出家里他父亲放在家里的茶叶，给客人泡了一壶。看着茶叶可是好东西。王老小心翼翼地端起茶杯，轻轻地嗅了下，茶香顺着鼻子一直沁入心肺。原本因为晚睡有的一丝疲倦都一扫而空，轻踹一口茶，便惊奇地发现有一股灵气顺着喉咙游走，直蔓延至5脏6腑，似乎在不断修复和扩充着自己的经络一般，整个人的身体都散发着一种清爽的透气感。小兄弟，再来一杯吧。这个茶有这么好喝吗？会比千金难求的极品大红袍还好喝？王景焕尝试一口后，这也太好吃了，便立马察觉到了这茶的好处，于是爷孙俩你一杯我一杯的争夺起茶来了。这2人是没喝过茶的吗？直到茶壶里只剩下最后一杯了。臭小子，叫你跟我抢，尊老爱幼的美德都没有了吗？爷爷，您都说是尊老爱幼了，您也得爱护下我这个幼小啊。爷爷，我不跟您抢了，这最后一杯是您的，来，我给您倒上。这2人来的时候，叶小二便知道了。对于大能的他，觉得这些人并没有需要见面的必要。后来便想到了自己的孩子们，他们要在这个星球获得更好的生存，就必须得有足够的人脉。嘉庆，给他们再泡壶茶。听到叶小二的声音，王老示意王景焕将他扶起来。然而2人还没有站起身来，便看到了已经坐在沙发对面的叶小二。这么快？从楼上栏杆处到楼下的客厅走下来，至少得花上好几分钟。可这人却在这一瞬间便出现在这儿了。叶先生，您好，今日前来，主要是为了感谢您对我的救命之恩。于是将带来的礼物拿了出来，一幅价值3亿的古代著名书法家唐渊的真迹，装好的大红袍。想到自己刚才喝的茶，王老有些羞愧。自家这当宝贝一样只差没供起来的茶，在这人的眼中可能一文不值。随手为之，不必太过于放在心上。您虽然是随手为之，可却救了我的命。如果不是您，或许我就死了。不是或许，是一定会。我叫王德佑，还是王氏电子科技现任董事长。您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王德佑，海市的电子产业巨头。天啊，这可是上了华国福瑞斯排行榜的人。叶小二看着郁嘉庆一脸惊讶崇拜地看着王德佑的表情，便知道这人的身份不简单了。只是开了一家电子公司，我也没有多大的本事。这叫只是一家电子公司吗？能成为电子产业的领军人物，能和漂亮国打擂台赛的公司，那可不是一般的小公司了。叶小二不懂电子公司是什么，想来也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公司了。他觉得或许这个人可以用上一用，毕竟他现在手头正是没人可用之际。我想和你谈笔交易。我本来就是想试探着能不能搭上这个神医的线，没想到对方居然直接找我谈交易。随后2人转移至书房谈话，
留下大眼瞪小眼的叶嘉庆和王景焕。叶嘉庆不得不说是个机灵的人，他连忙给王景焕泡上一壶茶，两人酣聊了起来。两人都有意去结交，很快便称兄道弟了起来。王小兄弟，我看你们都爱喝这灵茶，我爸他准备了不少，一会儿回去给你带点。灵茶，好名字，名副其实啊！那就谢谢叶大哥了。叶大哥，你们是新搬来这边的吧？王景焕早就调查过叶家的情况，自然知道这一家人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我在这边也有套房子，我们可是邻居啊，以后有什么事情你随时打个电话。说着，两人还交换了下联系方式。这时候，叶岩从楼上走了下来。爸，家里有客人啊。这是你爷之前在大金门前救的那个老人的孙子，人家上门来道谢。这是我女儿叶岩。你好，我叫王景焕，我似乎认识你。都是好久之前的面试了，没想到这么久了，王总还记得我。你们认识？我旗下有个娱乐公司，之前安排过剧组面试，见到过您女儿。你还开了娱乐公司，真是年轻有为呀！王总的娱乐公司可是在娱乐圈赫赫有名的，圈里可是有不少人都想要进王总的公司呢。玉小姐谬赞了，不知道玉小姐现在是否有签约公司呢？爷爷想要和叶神医有更多的往来，自己也得出些力呀。自己就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哪有机会去和公司签约？大公司看不上自己，小公司自己不敢去。叶小姐要是不介意，有没有意向来我公司发展？真的吗？真的可以吗？那以后我女儿可就得仰仗你了，王小兄弟。我和景焕现在可是兄弟间相处着，你就叫他叔叔吧。爸，你说什么了？他就比我大几岁，我叫人家叔叔都把人叫老了。王家爷孙邀请我们一家到酒店庆祝，没想到遇到大孙子的钱经理。这边还在商量着要各论各的，那边王老和叶小二也商议完了。王老一脸喜滋滋的走了下来，整个人的身体状态似乎年轻了不少岁。爷爷，您上去拉皮了？哼，感谢叶神医，您说的事情我一定会给您办好。楼上并未有回应，但王老知道叶神医一定能听到他所说的话，毕竟这人的神通他已经切身的体会到了。王景焕虽然不清楚他爷爷到底和那个叶神医谈了些什么，但想必事情已经达成一致了。今日我们也算是一见如故，不如明天安排一个饭局庆祝一番。嘉庆哥，你意下如何？当然可以了，你明天定好位置后发消息给我。叶嘉庆知道两人要离开，立即将已经准备好的茶叶递给王景焕。饭局的事情你做得很好，这是那个小兄弟给你的茶叶吧？爷爷，这个是嘉庆哥送给我的。你年纪轻，也不爱喝茶，不如将这茶叶给我吧。你和叶嘉庆两人关系好，以后也不用担心没茶喝。爷爷怎么跟个土匪似的？爷爷，你现在和玉神医不是也关系匪浅吗？要一点茶叶也不过分吧？哼，那怎么能一样？让我舔着一张老脸去找人家讨茶叶，我不要面子的吗？即使王景焕再不情愿，这几两茶叶还是到了王老爷子手里。王家爷孙出门后，叶小二也没有了出去的打算了。他原本是想多了解一下当今社会的情况，找个契机给儿子寻找一个进入商界的引路人，而如今引路人已经有了，自然也没有了出去的必要。我有些事情要跟你们说，我和王德佑交谈过了。嘉庆，过几天有一场商会，王老会带着你去认识一些他的朋友，你可以带着叶景去见见。哦，王老的朋友，那岂不都是一些大佬级人物？你也不用妄自菲薄，我们叶家虽然现在才刚刚开始，但以后一定会成为华国的最顶端的家族。看着他爸那惊人的气势和一双似乎能洞察世界上一切的眼睛，叶嘉庆相信他爸说的一定会变成真的。我的目的可不仅仅只是华国，要做就做到最好，这才能匹配的我身为渡劫期大能的身份。虽然现在只是筑基。第二日，叶嘉庆想到王景焕安排的饭局王老爷子会去，便想着将他爸也带过去，毕竟有玉叶小二在，他更有底气。跟叶小二磨了好一会儿嘴皮子，叶小二只能无奈地答应了这个唯一的儿子。叶嘉庆收到王景焕发来的地址，给对方回了个信息，便准备出门。爸，这是什么？上面简单的写了一个一字，才一眼，玉嘉庆便如被吸入了其中。从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字中，他仿佛进入了一种奇妙的境地，会有万物归一之感。这幅字太神奇了，不知道是哪位大师所作，竟然带着奇妙的效果。将这幅画送给王德佑，礼数不可失。爸，这字画如此神奇，就这样拱手送人吗？这幅字不过是我随手所写，不用太放在心上。这幅玄妙的字居然是我爸所写，我爸究竟是什么人？压下奇怪的心思，叶嘉庆开着他爸买的库里南前往约定好的酒店。叶嘉庆夫妻玉景和玉妍都一起来了。玉林因为要上学，所以并没有跟着来。正准备走进大门的时候，
一道尖锐的声音传来：“现在酒店的门槛可真低，什么人都可以进了。”叶景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抬头看去，原来是他离职前的主管张芷。张主管，请你放尊重点。哦，尊重，我有说错吗？呵，叶景，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条件？因为一些老顾客信任叶景，找不到他，不满意还投诉到了总经理那边，害他被骂了一顿。现在看到叶景，自然只想着怎么让他出丑一番。小景，你认识他？爷爷，这是我以前公司的经理。不过是个经理，我还以为是你以前公司的董事长，本事不大，口气倒挺大的。哼，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说我没本事？也不看看你们一脸穷酸样，来这边是为了什么？谁知道呢？就叶景这要背景没背景，要钱没钱的人，他的家人能有多大能耐？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来做什么的，但我却可以让你们进不去。他对着酒店内的服务人员招了招手，服务人员立马走了过来。张小姐，您有什么事情吗？这几个人，我怀疑他们想要干扰酒店的正常运行，你们还是小心点，最好不要让他们这些人进来。不好意思，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我们是和人约好了，你不让我们进去，耽误了事情，你能负得了责任吗？你看他们这一家人，像是能和这边贵客有约定的吗？怎么回事？这人是张芷的老公，也是这家酒店的经理。你怎么才过来？不是说了让你来了就去找我吗？还不是这几个人耽误了我。老公，这几个人想要趁机进酒店去骚扰客人呢。这些都是什么人？行了，这种事情叫保安处理好就行了。作为海市排名前3的酒店总经理，他见的大人物可多着去了，自然不会将这些平民放在眼中。对了，今天有贵客要来，小鱼，你仔细着点。几位，我们总经理已经下了命令，我看你们还是离开吧。但就在这时，王老已经急匆匆地走了出来。叶神医，您来了。警幻也没提前跟我说您来了的事情，刚才问他才知道，我没有及时迎接到您，深表歉意。无碍，不过这个酒店我看我还是不进了。王老一脸疑惑地看向叶嘉庆，叶嘉庆连忙上前跟王老解释了一番。这群蠢材，什么人得罪不好，偏偏要得罪最有能力的。叶神医，非常抱歉，是我手下的人办事不妥，还请您宽宏大量。这家酒店之所以能如此受到上流社会的欢迎，就是因为这本就是王老名下的产业。这人究竟是什么人？可这人还这么年轻啊！知道是王老的产业，叶小二也不再多说什么，只是摆了摆手，表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王德又叫海氏4大家族的其他3大家族的老朋友陪我吃饭，其中一个的孙子受伤严重，请我去帮忙医治。今天王老可不仅仅只是邀请了叶家，并不知道叶小二会来，但是为了给叶嘉庆铺路，他今天是将海氏4大家族的其他3大家族的老朋友都叫了过来。3个年纪都快80多了的老人，看到几天不见就年轻了20多年的王德佑，正奇怪着。谁知王鼎焕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这人便丢下他们说了一句去接人就跑了。小焕呢？你爷爷他去接什么人呢？您一会儿就能看见了。我倒挺好奇，你爷爷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了吗？对于身体已经越发不行的杨行来说，他更关心的是这个。王景焕一脸为难，不知道这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只能无奈地应付这几个老人家，让他们去询问他爷爷去。得不到答案的3个老人只好坐着。随即门打开了，王老跟叶家一家人走了进来。3位老人看到王德佑对前面的年轻人很是尊敬，再看那人的装扮，便知道这人不简单。老王，来了贵客，你也不介绍介绍？原本叫这些老朋友过来是想要让他们帮衬下叶嘉庆的，没想到叶神医会来。叶小二听他们的称呼，便知道这几个老人应该是和王德佑差不多身份的人。他朝王德佑点了点头，表示可以说出他的身份。先问问你们，好奇我现在的状况吗？你这个老家伙，卖什么关子？我前几天在外面出了点事故。王德佑将他认识叶小二的过程说了出来，最后讲到自己得到叶小二的丹药，瞬间变年轻20岁的事情，但并未说出他和叶小二的交易。得知事情的始末，一直未曾开口的陈家当家人陈建业激动地站了起来。叶神医，可以请您帮帮我吗？我不求自己的命有多长，我只求你能救救我的孩子，即使是让我付出一切。陈建业唯一的儿子陈子轩在前段时间出了事，陈子轩年纪轻轻便成了少将，因为任务紧急，上面将他派出去执行任务。后来他手脚皆被砍断，双目被挖，面部被毁，甚至连舌头也被人割了，身体内还有不知名的病毒。陈建业听到叶小二这神奇的医术，便萌生了让他看看自己孩子的想法。就算不能将人恢复如常，可还是希望儿子能够醒过来。叶神医，如果可以，请您帮帮老陈吧。王德佑想到那个孩子，他可是他们这几个老家伙的后代里最有出息的一个了。看到4个老人的眼神，
想来那个要救的人一定很重要。叶小二有种预感，救了这个人能触及到顶层人物。他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应下了。另外2个人虽然有些想法，但也没有多说什么。他们都想让叶小二给他们看看。可那个孩子的情况更加紧急。看着包间里沉重的氛围，王德又笑着给3个老人介绍了一下叶小二的孩子们，并着重介绍了叶嘉庆。在几个人互相配合下，一群人都交谈甚欢。一番了解后，饭也吃得差不多了。4个老人没敢再主动接近叶小二，而是和叶嘉庆交换了联系方式。正准备离开时，酒店总经理范成已经在外面恭候多时了。王董、宋老、杨老、陈老，今天的菜可合你们的胃口啊？你怎么在这儿？4个老人看到这不礼貌的一指，老王，你这点可得好好的整治一番了。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乱飞。你瞎嚷嚷什么？没看到几位贵客在吗？可是他们怎么会混进来的？这时，范成才看到之前在门口自己让保安赶走的那些人。完了，哼，范成，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以为自己接触到的人变多了，就膨胀了吗？自己就比其他人高人一等了吗？这是我今天请的贵客。对不起，王董，是我自大了。范成算是个有责任担当的人，他很聪明的第一反应是认错，而不是将自己的错误推到别人的身上。当初王德又看中他，让他坐上总经理之位，也未尝不是因为这个。人有点狂妄倒是没有什么，但狂必定要有狂的资本，在没有那个资格之前，最好低调做人。叶神医，今天这事是我们招待不周，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你一个交代。王德又想到之前叶小二一家人被拒之门外的事情，想来这件事必定和范成有关。范成，你也算是酒店的老人了。王董，你别说了，我这边办完交接手续就离职。张芷也没有料到自己只是想要刁难一番业绩，会导致自己的老公丢了工作。今天到军区医院救活了陈家儿子，陈家家主陈建业把产业全部给了我。第2天，陈建业便安排好了去军区医院的时间，联系上叶嘉庆后，询问了叶小二的时间，便派人前去接叶小二。叶嘉庆没想到要救的人会在军区医院，他很清楚能进入这种医院的必定是和官方有关的人，他连忙给他还不懂俗事的爸爸科普了一番。果然是能更进一步接近上层的人。在海市光有钱可是没有用的，可以说海市有钱的人很多，可是有钱没权一样落为下层。叶小二闭眼以神时观察了一番周围的环境，看到了不少有着伤痛的政要人员。如果将这些人收入自己麾下，倒是一个不错的事情。病房外，陈建业已经等候多时了，看到叶小二来了，他连忙上前，让主治医生将自己的情况讲述给叶小二听。谁知叶小二并未认真去听，而是在外面仔细审视了一番陈子航的情况。又是一个不懂装懂的。五脏内腑都有严重的损伤，更不用提已经残缺的身体了。这人明显受到过很严重的酷刑，能在这种状态下还能生存下来，显然是个毅力极为坚定的人啊。正当他准备推门而入时，陈建业阻止了他。叶神医，根据军区医院的检测，他体内可能携带传染性病毒，需要做好防护才能进去。爸，这病毒会传染，您还是做好防护再进去吧。看到儿子担忧的眼神，叶小二虽然有灵气护体，可毕竟他的后背还是肉体凡胎，只能无奈地穿上防护服再进去了。不要随便碰触到病人，以免将手中的细菌传染给病人。病人已经失去了手脚，且身带病毒，身体机能在不断的下降，免疫力是极为低下的。现在随时一个感冒类病菌便有可能导致他丧命。陈老，这是行不通的。不用多说了，我相信叶神医。叶小二拿出金针扎在陈子轩的额头，以灵气在陈子轩的身体内走了一圈，确定没有其他遗漏，才将针取出来。可以治，但治醒了他，他是不是能面对如今的状况？我可不希望自己耗费灵气将人救醒，而这人承受不住打击自暴自弃。只要有一丝希望，我还是想让他醒过来。好，病毒这方面你也不用担心，只是点小东西而已。叶小二不再耽误时间，快速地将金针扎了不同的穴道，从各个穴道上同时进行着灵气输送。陈子轩身体的状况显然是差到了极致了，叶小二不断地将体内灵气灌入他体内，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将他身体基础机能修复好。叶神医，他是不是没救了？他身体内部已经没有问题了，不出3分钟便会醒过来，但他的四肢和其他部位想要恢复可能会慢一些，还是要抓紧时间修炼了。现在的能力还是太差了，如果是以前，只是短短一个瞬间便能将人治疗好。这人就是个骗子，身体受损到这个地步，怎么可能还能恢复？军区的人都敢骗，真是不要命了。然而不出3分钟，陈子轩的头便动了动。陈建业兴奋地看着自己已经苏醒的儿子，差点哭了出来。赵医生发现陈子轩真的醒了过来，震惊极了，快速检查陈子轩的身体，惊讶地发现陈子轩的身体内部真的已经恢复了正常，病毒也已经消失了。陈子轩醒过来的事情
一下子便惊动了军区医院的领导团队。金市和海市的医疗团将陈子轩的状况都看了好几遍，皆是不敢置信。根据主治医生赵子昂的说法，那个人仅仅只用了半个小时，这对于医学上来说根本就不可能。然而事实却又不得不让他们相信。院长，陈子轩的身体内部机能已经完全恢复了，甚至他身体以前的暗伤也修复了。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的强健程度比之前要更上一层了。文院长这样的人，若是能留在我们医院坐镇，那些曾经战场上受伤老兵就不用再受那些伤痛之苦了。第二天，陈建业直接登门拜访了叶家。叶神医，这是我陈家所有的产业，请您过目。我这边产权资料准备好后，随时可以转交给您。倒是没有想到陈建业会真的遵守自己的诺言，愿意将陈家所有的一切都交出来。虽然这些俗物叶小二并不需要，可他毕竟还有家人在，很淡然的接受了。你放心，这些东西虽然所属权归我叶家，可你们陈家依然还是4大家族，我并没有打算直接接手，同时我也不会插手这些产业的事情。是，一切都听叶神医的。虽然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别人，可我有一种预感，只要能搭上叶神医这条船，以后可能不会仅仅只是一个4大世家之一了。叶神医，这是我名下的2套别墅，您可以随时搬进去。陈建业深以为这个较小的房子并不适合像叶小二这样的人物。这个陈建业果然是很上道嘛，吃下他，你至少还可以多活20年。至于以后，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不会让你死。没想到好处会来得这么快。陈建业接过药丸，毫不犹豫便吞进了嘴里，才放入嘴中，药丸便瞬间化为一道清凉的液体，快速的从喉咙划过，朝着4肢延伸而去，并且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在慢慢的恢复力量，原本身体所带的病痛也消失无踪。听王德佑说过，叶神医的神通，没想到这么神奇，能成为叶家的附庸，这条路绝对是走对了。如果想让你儿子恢复如常，可以将他送到我的身边，但时间可能会比较久。叶小二想到自己曾经接触过一味丹药，可使人重新生长出4肢，只是这药的材料可能有些难找。好的，那小儿就拜托叶神医了。叶小二很快就通知家里人要搬家的事情。盛素华、叶景、叶岩和叶灵都没想到自家这么快要搬家了，特别是知道即将要入住的家是传说中的月影山庄，那边可是高档的别墅区，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能住上别墅。我治好了陈家儿子，文院长找到我家，想让我去军区医院坐镇，我拒绝了。文院长跟首席交谈后，联系上了陈老。陈老，你看能带我见一下治好你儿子的神医吗？陈建业得到了叶小二的首肯，同意了见文恒。文恒看到陈建业，差点以为自己眼花了。这才几天不见，陈老你怎么就年轻了这么多？陈建业也不藏着掖着，他很清楚叶小二的打算，所以自然是做个活广告，将叶小二的招牌打出去。叶神医现在已经60岁了，您看他是否比我还年轻？能快速将人变年轻，可不仅仅只是医术而已了。陈老，能否请您在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如果身体的机能都如外表一样恢复了年轻时候的状态，那这对于人类而言可是一件极具重要的事情了。当然可以。刚到别墅，文恒惊讶了一番，他并不知道这房子是陈家的，还以为是叶小二的。通过他的人脉所知，住在这里的都是顶级富豪了，普通一套都是20亿，更别说叶小二所住的独特区域，可以说是月影山庄的楼王了。一套下来，可能没有小30亿是拿不下来的。陈老这次过来还带来了10个人，给叶家打扫别墅。这陈建业是个会办事的人。文院长早已看过叶小二的照片，也知道他的年纪，可真的看到本人也不由得惊讶。真的有这么逆天的人存在吗？叶神医，打扰您了，今日前来也是有事相求。关于您治疗陈子轩的事情，想询问一下您究竟是用何方法治疗的？听赵医生所说，对方使用的是金针，那必然是中医，不少厉害的中医都是有自己的传承所在的，并不会随意透露。如果您不方便也没有关系，但鄙人还是希望能邀请叶医生能在军区医院坐镇。我们军区医院的医疗团队一直都是华国顶级的。去医疗团队就免了，但我可以将中医术传承下去，前提是你找的人必须具有中医天赋的。对于这个国家，叶小二也深切的希望能越来越强大，毕竟这是自己的故土。文恒能得到这番话也是极为高兴的，他决定自己亲自筛选最好的苗子来学习叶小二的医术。还有一件事，可能需要叶神医帮忙，有一个人，请您务必帮忙看看。看他这个表情，似乎那个人的身份极为特别。可以。得到答复的文恒就回去准备了，陈建业也准备离开。你先等等，小景，将东西给陈老。你手中的物品是一些灵茶叶和千年人参王。灵茶叶平时无事都可以饮用，可以安神定心、强健体魄，长期喝更是提升人体生命能量。
而那千年人参王在关键时刻切一片含入嘴中，可以救人一命。听到这2件物品的功效，陈建业动都不敢动，就怕自己不小心没拿稳手中的宝贝。这都是些小东西，作用不大，你先拿着用。说完便转身离开了。他搬进来便知道了别墅背后有一座灵气十足的山脉，用神识探查后确定了灵脉所在位置，才在灵脉附近修炼了起来。叶灵，打球去，怎么回事？你最近一放学就跑，叫你开黑你不去，打球也不积极。还不是最近搬的新家有点远，我每天光是坐地铁和公车都得花上1个小时。不就是1个小时吗？强子每天也是这样跑的，你都好久没跟我们玩了，玩一把。叶灵想了想，自己似乎确实是每天都赶着回家，很久没有和小伙伴们耍了。成，今天咱们就好好玩几把，一会儿请你们喝水。叶灵，不错吗？搬新家了，人也发财了，居然会请咱喝水了。什么话？我在你们眼中就是这么小气的人？我可没有这个意思。行，今天的水就你请了，就当是这段时间不跟我们玩补偿我们的。叶灵家的条件张刚了解一些，前段时间状况不太好，叶灵整个人都是焦虑的。他也不敢问，只能陪着他打球，发泄一下情绪。这段时间看上去应该是他父亲好了些吧。两人来到球场，便听到了嘈杂声。怎么回事，强子？他们要我们让位置。兄弟，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你这一来就让我们让位置，还是有些不道德吧？道德？吃！你居然跟我讲道德？这块场子是我们先看好的，你们用了也就罢了，现在也是该让了。你凭什么说这是你们先看好的？我们早就过来了。冯建才不管他们是不是先来的，这个学校的校董可是他舅舅。整个学校都是他的，更别说只是一块篮球场了。我说是就是，我劝你们识相点。原本你们自觉点自己让了就算了，但现在你们乖乖的跟我们道歉，然后离开，不然我让你们好看。你太过分了！张刚看强子被推倒，想找冯建理论。嘿，你们还敢围过来？这是想干嘛？打架吗？于是双方你推搡我，我挤一下你，不一会儿就打了起来。哼，你们好得很，在学校就打起架来了。怎么？一个个是不想读书了是吧？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想打就打。你说说怎么回事？主任，我们原本定好的球场被他们给抢走了，还推我们。明明就是你们过来抢球场，你们先动的手。好了，是谁给我带的头？给我站出来！都没有人带头是吧？把你们的家长都叫过来，我看你们嘴硬。叶灵一听，随即便想到强子家条件不好，家里只有一个眼睛不太好的奶奶，叫家长显然是不行的。是我带的头，但我们没有和他们争抢，也不是我们主动去打人的。就是你打的我，你看我的脸都被你打肿了。这教导主任一看就知道是自家校董这小霸王惹的事，基本心里已经有谱了。可是毕竟是校董的孩子，自己也不能怎么着，只好对叶灵要求他叫家长。爸最近天天早出晚归，据说在和一群大佬们学习，姐也去剧组了，叫妈过来，回去说不定就是一顿竹笋炒肉。叫哥吧，至少不会告诉妈。小孙子放学回家跟同学起了冲突，打电话给大孙子，被我听到后，我跟大孙子一同前往学校。哇塞，好阔气的车啊！劳斯莱斯啊！我的妈，这是谁家的车啊？没想到我们学校还有这么有钱的人啊！也不稀奇吧，校董他们的车也不差呀。爷爷，叶灵在高一的教务主任办公室，我先问问什么地方。不用，跟我走。被打成这样，真不像我的孙子，一定是像自己儿子。叶景接到叶灵的电话，便知道叶灵肯定是惹了麻烦，想着自己过来便是，谁知道和叶灵通电话，却被他爷爷给听到了。叶景没办法，他也不敢跟他爷爷顶嘴，只好将他爷爷带过来了。完蛋了，爷爷怎么也来了？你们是叶灵的家长吧？你们两个是他哥哥吧？不知道你们家到底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居然敢在学校打架。我建议你们先把他带回去好好管教一下。老师，打架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还不就是几个孩子年轻气盛，一言不合就动手了。那么老师是谁先动的手？叶小二通过这段时间和孩子们的相处，早已了解了孩子们的性格。叶灵虽然活泼了一些，但绝对是一个孝顺诚恳的好孩子，他不是会去主动挑事的人。是谁动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带头打架。文祥高中就是几个校董为了自家几个不成器的孩子建立的学校，学校建立只有几年，为了能多扩招一些生源，所以选择了条件不好但成绩优异的孩子来增加升学率，以此吸引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所以这所学校是非常不平等的，一半的学生是发愤图强的穷人家的孩子，一半却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叶景凭借成绩特招进来的，
所以教导主任才敢这么说。我只问是谁先动的手。不是叶灵动的手，是他。是你先动的手。是我又怎样？你们的穷酸气熏到了我的鼻子，还不允许我教训吗？老师，这就是你的教育方式吗？有错的人不用受到任何惩罚，没有犯错的却要接受惩罚。自己本来就是偏帮着他，结果这小子倒好，直接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要不是因为你是曹董的侄子，真想一巴掌抽死你。这件事是我误会，没有调查清楚，既然误会解除了，就当这事没发生过，你们把孩子带回家吧。可我觉得没有误会，既然知道带头的人是他，那么就请找他的家长来。打不了小的，还打不了老的吗？叶灵哥哥，我劝你们这件事最好还是算了。他的家长如果过来，事情可能并不好收场。我不在乎事情好不好收场，我现在要的就是他的家长过来。叫就叫，我要让你们都滚出这个学校。妈，有人打我，你快来学校，叫舅舅也来。哼，告诉你们，等我妈来，我要你们跪着跟我磕头认错。我妈来了，你们惨了。我儿子呢？谁敢打我儿子？宝贝儿子，你怎么会被打成这样？刘主任，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儿子会被人打？你都不知道阻止的吗？妈，就是这人打的我，都是他，你让舅舅把他赶出学校。你这没教养的小，居然敢打我儿子！要不是自己不打女人，真想一脚把他给踹飞出去。这位女士，我建议你最好放尊重一点。你这下等人居然敢碰我，刘主任，你瞎眼了，还不来帮我？叶灵他哥的速度好快啊！刘主任只觉得自己头疼。冯健的妈妈曹菊可不是一个好惹的，曾经有学生和冯健产生争执，被他妈知道后，可是狠狠打了那孩子几巴掌不说，还让曹董将那学生给开除了学籍，并留下了不好的记录。随后那家人在海市也被冯家和曹家双重打压，最后被迫无奈，只能到外地去谋求生存。你们别吵了，孩子面前还是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叶灵他哥哥，你也赶紧放手。老师，我想你弄错了，我不是叶灵的哥哥。这不是哥哥是什么？难不成还是舅舅不成？我是他爷爷。这个点上还有心思开玩笑？刘主任并没有把叶小二说的话当真，赶紧给校长打了个电话过去，表示自己解决不了现在的事情。然而才放下电话，曹菊的哥哥曹东便来了。哥，你看看，就是这个小子打了咱们家健儿，你赶紧把他给开除了。和叶灵没有关系，明明就是冯健先打人的，你们不能开除叶灵。舅舅，他们这群人都是一伙的，都是他们这些人的错，是他们打我的。曹东家里只有3个女儿，对于这个唯一的侄子一向是疼爱有加，现在看到自己宠爱的侄子被人打了，自然是不高兴了。行了，刘主任，这些人都可以直接滚出我们的学校，我们也不差这1-2个学生。我们都要被开除了吗？怎么办？要怎么跟家里说自己被开除了的事情？哼，看来这学校就是你们的一言堂，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叶小二倒不担心自己的孙子没地方上学，他在来的路上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里的环境并不算好，而且离家也远。看来有必要给叶灵换一所学校了，但今天的事情也不能就这样算了。学校是我们家的，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本事你们就别来我们学校上学。像你们这种家里没背景、成绩好的学生多的是。今天把小孙子在学校的事解决后，回到家被小孙子发现我修炼，要我也教他修炼。小景，你去打电话把王老叫过来。王老接到叶小二的指示，自然是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为了方便，更是路上顺手给校长打了一个电话。校长原本正在想着怎么解决曹东这边的事情，王老又要过来，更是急得火急火燎的，想不通怎么今天这些事就聚一起了。先解决打架的事情吧，至少不能让王老产生不好的想法。事情的具体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情，孩子们有些爱玩爱闹都是小事，惩罚当然是要惩罚的。那这样吧，所有人都写一份签字的检讨书，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不行，我儿子都被打了，凭什么就这样过去了？我要他们给我儿子磕头认错。叶灵家长，你是什么想法？见叶小二不说话，校长想着能快点解决这件事，毕竟王老就快来了。那这样，叶灵给冯健道歉，冯健家长需要给予玉玲同学一定的补偿，毕竟是冯健动手在先。我们学校的这个学期的最高奖学金也可以给叶灵，你们看怎么样？凭什么要我们给他补偿？哥，你看下他怎么处理事情的，我不同意。我们也不同意。王老，您来了。王老，事情是这样的，双方各自退让几步便罢了，事情闹得太大，对孩子的学习也不好。行了，老袁，你不用说了，你想和稀泥我知道，但是凡事还是得讲究一个公平。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权利去处置一个人，那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当这个校长了。曹东最近有一个项目，正是想寻求和王老合作，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但听到王老的这一番话，他很快便察觉到王老是在为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们说话。王老您好，鄙人曹东，这都是孩子们之间闹着玩，这些事情其实挺好解决的，孩子的矛盾也不必这么严肃。哼，是吗？我刚才可是听到了说要开除谁来着？这都是开玩笑，就吓吓他们。叶神医，您受委屈了，事情就交给你处理了。还有这些孩子们，我希望都能妥善安排好。放心，叶神医，我会处理好的。看到王老对叶小二的恭敬，这下校长和刘主任都慌了，两人对视一眼，便知道这下完了。曹东更是冷汗直流，叶小二并未多留，转身带上2个孙子离开了。他知道王德佑会把事情办好的。怎么了？现在知道自己做错了？没，其实我觉得自己没错，只是没想到冯健的家人这么难缠。不，你确实是错了。我错了，你错在低估了我们的家世。现在的叶家可不是任人欺辱的，我们现在的权势足以让他们破产，知道吗？还有，你今天是输了还是赢了？我当然是赢了，要不是教导主任来了，我还能继续再打。你记住了，一旦开战，那就必须得赢。在异世界，一旦输了那就是死。爷爷，今天打架的事情可不可以不告诉我妈？因为叶灵怕他妈担心，初中时和别人打架被叫家长，知道他妈是怎么红着眼睛弓着腰朝人家道歉的。叶小二也看出了孩子的担忧，便答应不告诉他妈。还真的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我还以为是咱们小董的车呢。那个好像是我们班的叶灵啊，他家居然这么有钱。这么久了，我们都不知道，现在有钱人都这么低调吗？王老给叶灵安排好了学校，新的学校还有几天才会报到，叶灵也只能在家里休息了。中午刚准备去后面的游泳池里游几圈，一个抬眸，震惊的瞪大了眼睛。这世界是玄幻了吗？还是我眼花了？我爷爷会飞？你傻站在这里做什么？爷爷，你刚才是使用的法术吗？胡说什么？这世界哪来的神仙法术？爷爷，你别想骗我，我都看到了。爷爷，你一定是修仙者吧？难怪您可以一直保持着现在的模样。叶灵自然也看过修真小说，张刚很喜欢这类小说，总是去学校旁边的小书店租书看。他闲着无聊时也看过不少。爷爷，您看看您孙子有灵根吗？我可不可以修炼？是啊，为什么不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修炼？即使不能修炼飞升，但至少能强身健体。你真的想要修炼吗？当然。行，爷爷教你。既然要测试灵根，不如你们都一起测试了。至于修不修炼，你们自己做决定便好。爸，今天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今天有件事想跟你们说。其实我一直都在修仙。什么嘛，爷爷，你是仙人的事情，我们一直都知道啊。叶灵知道他家人们的想法，就是他爷爷看上去很年轻，觉得自家爷爷看似仙人，不似凡人。爸妈、大哥、二姐，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成仙，是真正的修炼。什么意思？爷爷，您快展示给他们看。哇，爷爷，你是在手上藏了什么魔术吗？是灵粉吗？我帮儿孙测试灵根，发现全家都有灵根，还发现小孙子的灵根跟我一样，天灵根。叶灵见家里人都不信，都有点着急了。爷爷，要不你再表演一个浮空术，让他们看看。这下你们信了吧？原来曾经的想法是真的呀！我爸一直在修仙。爸，你修炼的事情一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这么突然？我，这个问题我知道，因为我今天发现了爷爷从后山飘了下来。既然现在你们都知道了修炼的事情，那我就直说了，我可以带你们修炼，但修炼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们想清楚要不要修炼？爷爷，我不用说，我肯定是要修炼的。爸，是不是你永远也不会再变老了？一旦开始修炼，随着修为的增长，寿命也会不断增长。叶嘉庆和盛素华对视了一眼，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虽然叶家已经没有什么亲戚了，可毕竟盛家还有不少亲戚朋友。如果自己修炼到了一定年龄，别人必然也会发现猫腻。爸，我和素华好好想想。爷爷，我想跟着您修炼。爷爷，我也要修炼。既然你们3个都想要修炼，那就让我来给你们测试一下灵根。大哥，你先上。别担心。金灵根，资质中等。爷爷，金灵根是很好的属性吗？金灵根是5行灵根之一，灵根本就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可能几万个人中才会出现一个有灵根之人，而单属性灵根就更是极好的。
要知道，一个人可能不是只有一种灵根，在5行灵根中可能出现双属性或多属性。不是说灵根多不好，但灵根多了是极为难修炼的，因为你需要将几种灵根同时修炼到极致，才可能达到飞升成仙的顶端。而单属性相比起多属性来更为纯粹，也易于修炼。现在该我了。上等水灵根，叶小二都惊讶了。要知道，在异界，上等资质水灵根可是不少人会争抢的。毕竟这可是一个极好的炉底。我也是有灵根的人了，我也可以修炼了。该我了，该我了。爷爷，为什么会什么都没有？我是不是没有灵根？好，不愧是我叶小二的孙子，好小子。爷爷，我是有灵根的吗？没想到啊，千万年难遇的天灵根，我们家居然出现了2个天灵根。爷爷，我是天灵根吗？还有一个人是谁？还有一个就是你爷爷我。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和爷爷一样的灵根，那我以后是不是也可以像爷爷那样飞来飞去了？你之所以看不到颜色，是因为天灵根是灵根极为纯净的一种。至于修炼方向，你可以随意选择5行中的任何一项去修炼，修炼速度相比较其他灵根修炼速度要更快速，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灵根。来，嘉庆，你也来试试。爸，我还没下定决心要不要学。没事，你和素华2个都试试，看看自己有没有灵根。如果你们不想修仙，也可以选择做一个平凡人。不管你们选择什么，你们老爸都支持你们。即使是做一个普通人类，你们也会是最顶端的人类。这是什么？这个测试仪是不是坏了？是雷属性。雷属性可以说是一个攻击性极为强势的属性，修炼资质也是上品。素华，来试试看。绿色的，让我猜猜，是不是5行属性中的木属性？不错嘛，小子，木属性也是一个极好的属性了，可以控制植物控制或攻击，也可以使万物生长。难怪老妈养的花总是最好的。今天晚上你们3个便开始修炼第1步，引气入体。叶小二将口诀传入3人识海中。对于你们2个，可以好好想想，不用心急。将孩子们都安排好后，叶小二便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仔细思考了一下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除了明天要见一个特殊的人以外，似乎也没有其他什么可以做的。第2日，文院长便亲自前来接叶小二。在路上，2人交流了一番关于寻找中医传承人的事情。文院长目前找到了2个合适的，就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将人送过去。叶小二让他再等1个星期，再将人送到别墅。刚进入房间，叶小二就看到那人隐约的柏枝气息，看来真的是我所想之人。叶先生，你好。叶小二倒也没有自持身份，毕竟这人可是一个值得尊敬之人。你好，首席先生。我对您可以治疗好子轩这件事较为好奇，所以想来亲自见见你。不过一点雕虫小技罢了。叶先生，可能还需要请您帮帮忙。当初那些人并未杀害陈子轩，是想将病毒传播入华国。最初接触到陈子轩的人都已经身染病毒，您可有解决之道？您可以将瓶中的液体滴入他们所喝的水中服用，不出1刻钟便可以去除病毒。有如此神奇的灵药，能快速的去除掉病毒。叶小二想到现在的叶家钱已经有了，确实目前在海市这边也算是够用了，可是在其他地区就不见得还有用了。想了想，他决定还是要给自己多增加一些筹码。我观你身体的机能在衰弱，可能和工作强度大和长期的疲惫有关系。虽然没有其他病症，可快速的衰弱也会致命。这里面的丹药可以解决您现在的身体状况。首席沉吟了一下，并没有马上服用丹药。他不是不信任叶小二，而是有些东西他不能只想到自己。可否让人研究一番药理？这里面含有的不少草药都是极其难寻的，可能无法做到量产。不过您可以让人研究一番，是否有可以替代的丹药的配方，我可以写给您，但里面有不少的药材，或许不少人见都未曾见过。这瓶您也可以拿去研究，如果您有需要，也可以联系我。谢谢您，叶先生。这一趟过来，能解决掉病毒的事情不说，还能得到一个未来可能造福于民的药方。华国有如此神医，真是华国的幸事啊！首席也并没有想直接拿走叶小二的房子，而是给了他一个少校的身份。叶小二并不在意，只是觉得这个国家需要这些。虽然不懂政治，可以明白病毒这种事情毕竟是其他国家刻意的行为，叶小二也不愿意国家受到外敌的入侵。更何况对于他来说，血髓丹并不算是多重要的东西。我修为到达瓶颈，找个山脉渡劫突破金丹，还在山上发现了异世界的寻金属。叶小二回到家后，叶嘉庆便在等他。爸，你回来了。怎么了？这是你小孙女给你买的衣服。
你试试看看合不合适。叶小二这才想到自己的衣服都是异世界的，于是便换上了。这段时间通过修炼，叶小二发现自己到了瓶颈，准备找个山头突破金丹。嘉庆，我准备出去闭关修炼，需要1星期后。爸，你准备去哪儿修炼？长白山。爸，我建议你换个地方。现在的长白山可是旅游景区，常年游客不断，我担心会打扰到你。那有没有什么荒无人烟的山脉？叶嘉庆思考一会儿，想起听说的一个贫困山区，因为水土原因，那座山几乎无法种植任何作物，官方将人口基本已经转移到乡镇，想必那边人是比较少的。叶嘉庆把大概的方向告诉给了叶小二，1个多小时左右就到了他儿子所说的山脉。深识观察一番后，发现周围确实没有其他生物的存在，这才放心的在此地开始准备渡劫。终于结束了。叶小二渡劫用了5天，想到回去也不用太急，准备溜达溜达，于是慢悠悠的走下山。现在老鼠都这么厉害了，居然能跳这么高。叶小二本不想和一个老鼠浪费时间，可仔细一看发现这老鼠和其他的老鼠不同。这不是寻金鼠吗？异世界的寻金鼠为什么会在蓝星出现？寻金鼠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喜爱收集宝贝，不管是灵草、灵丹或者是法器，但凡被他认定是宝贝的东西，只要在同一个地区，他都能感知到。小东西，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叶小二明白为什么这只寻金鼠会找到他，因为他身上好东西可不少。想要可以，但你得跟我走。寻金鼠蹭了蹭叶小二的手，表示着同意。叶小二将丹药递给寻金鼠后，便将这小东西给收入了自己的储物间内。来到山下镇子里，叶小二循着香味找到了一家馄饨店。这段在蓝星的时间，原本已经辟谷了的叶小二都养成了吃东西习惯。抢劫！有人抢劫了！男人正好从叶小二所在的地方经过。往里跑！小伙子做点什么不好，非要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这种事怎么做得路？此时叶小二也吃好了，发现如今的世界除了变化大，倒也不觉得有趣，就准备回家。你跟着我有什么事吗？您是武林高手吗？小伙子，没事少看点电视、小说，多看书，好好学习。我看到了，我看到你用筷子打中了那人的腿，所以他才被抓住了。你看错了，小伙子，你可能还没睡醒吧？不是，我是真的看到了。吴若白很是激动，他从小就有武侠梦，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必定有着真正的武林高手存在，只是他没有找到而已。高人，请你收我为徒吧。起来吧，我不收徒。是不是我的资质太差了，所以高人才不想收我为徒？倒也不至于，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高手，也暂时没有收徒弟的想法。只是暂时没有，那说明以后可能也会收徒，是吗？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但是你……叶小二刚说完这话，用灵力在吴若白身上瞟了一眼，居然身怀气运，有点意思。你很想成为武林高手？他想，他当然想。哪个男人小时候没有过成为武林高手的想法？这样吧，我没有停留在此处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想好，可以去海市找我。叶小二对这人身上的气运比较好奇，还是将自己的地址给了吴若白。叶岩正在虎鱼跟自己的粉丝们互动。主播让让，请将镜头对准你后面的大草坪。哇哦，主播这真的不是在户外直播吗？刚才你们也看到了，这是我的新家。我记得主播前段时间不是搬家到海景1号的吗？现在又换新家了，厉害哈！该不会又是哪个禁足家吧？楼上请闭嘴，都不允许人家主播本来都是富二代嘛。这位小伙伴，你说的不对哦，我不是富二代。你们看吧，主播都说自己不是富二代，你们还洗？那主播也没说就是在金主家，没听到主播说是自己家吗？哪个金主这么有钱，我也想去。虽然我不是富二代，但我是富3代呢。这别墅当然是我爷爷的，可不是我的。哈哈，主播说话别大揣气啊，吓死人了都！我天，富3代比富2代还舒适，主播果然是白富美。妈呀，主播，你后面是什么？刚才是我眼花了吗？我好像看到一个影子闪到主播身后。可怕，我也看到了。叶岩正奇怪着弹幕怎么朝诡异的画风走了。妍妍，在做什么？爷爷，你回来了，差点吓死我了。这是你之前说的那个直播？哇，主播居然叫这个看上去比他还小的人爷爷。上次好像也是这个爷爷买的房子，这次不会也是吧？
这样的爷爷，请给我来一打。我不要一套，我要一个就好。可是你们不奇怪他为什么会那么诡异的出现吗？对呀，刚才我也想。渡劫回来后，发现大孙子引气入体了，于是我传他心法，教他练剑。叶小二看到手机上各种弹幕，觉得这个直播还挺好玩的。爷爷，您不是有事出去了吗？现在没事了。两个高颜值且长相相似的男女，在阳光下看上去格外温暖美好。我相信主播说的了，这画面可真美好，应该是兄妹吧？可我家的主播看上去更大。好了，各位，我爷爷回来了，原本答应今天补偿你们的，推延至明天，希望大家明天锁定直播间，明天给大家一波福利现金大抽奖，最高奖金5万元哦！哇，明天我一定来。主播大手笔。叶岩没再管弹幕上的信息，直接将直播给关闭了。爷爷，叶灵说您去渡劫了，真的吗？叶小二仔细的看了一眼叶岩，才发现他现在居然还未引气入体，以为是地球灵力稀少所致。等你引气入体后便知道了。爷爷，我怎么了？我这2天都在剧组，就晚上在家修炼，要不是今天没我的戏，可能现在还没回来呢。叶小二瞬间便明了他为何还未曾引气入体的原因了。也不知道那2个小子修炼的如何。叶灵这几天虽然没有那么快进入新的学校，可他本就是处于一个爱玩的年龄，因为自己转校的事情，他得和那些好朋友好好道别，然后就跟张刚几人到网吧打游戏去了。叶小二过段时间就得教人家学习古医术，自己还是得先把一些药材准备好。于是在前院的花园里开辟出来一小块地，以灵水灌养了一番，将自己储物空间内的一些带着根部异活的灵芝给种在了这片土地上。引气入体了。爷爷，我照你所说的去修炼，现在能感受到身体里有气流的涌动，想问问您，我这样是成功了吗？这就是成功的踏入了修仙的门槛了。没想到你们3兄妹中，你会是第一个引气入体成功的。既然已经入了门，爷爷会为你选择最适合你的心法。叶小二想到了自己曾经的一个剑修朋友，因为一个秘境陨落了，他最大的遗憾便是自己的师承没有能够传承下去，金属性灵根修剑最为合适，也当是帮他那个朋友完成心愿。你可愿修剑，但修剑很艰难，一旦选择了一个心法，便不能再去更改。剑修虽然极其困难，修炼好也是极为强横的。我觉得这个心法是最适合你的。爷爷，你说这个心法好，适合我，那就它了。你只需要将此物放置在你的额头，便可以得到功法的全部内容。这柄剑是我朋友的，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你继承了他的功法，这把剑也就是你的。这剑或许现在的你还无法驾驭，只能作为一把普通的剑使用，但当你练出剑心之时，即可让这把剑任你。谢谢爷爷，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叶景迫不及待地吸收玉牌里的心法秘籍，里面的东西确实很全，从引气入体后该怎么修炼都有说明，但修炼第一步要打造出极为强劲的肉体。他不知道该如何去炼体，这种事情似乎除了请教他爷爷也没有其他的办法。随后叶小二为叶景制定了一些普通的炼体方法，每天早上围着别墅区跑5个来回，练习100次出剑与收剑，再练习最基础的剑法。今天你先休息，从明天开始练。原本今天叶岩想给粉丝们一波福利的，但粉丝们要求今天把别墅都转一圈，完成昨天没有完成的任务。叶岩想到自己总是格格也不太好，他可是答应了王景焕要好好营业的，自然是同意粉丝们的要求。练剑的一幕正好被正在直播的叶岩给不小心拍摄到了。天，这剑法太厉害了，好快啊！我只能看到残影。何止是你，我感觉自己可能老花眼了。没有想到主播居然是武林世家嘛，居然会武术。叶岩看到弹幕后，才注意到草坪上的叶小二和叶姐。爷爷，你们在练剑吗？你哥已经踏入了门槛，现在已经在学习剑法了。好吗？这不就是在说我偷懒吗？左手打直，腿不要弯。爷爷，我在直播，这个能让别人看到吗？可以，这不过是基础剑法而已，并不是什么秘密。叶岩听了是基础剑法后，便放下了一颗心，原本想要转移手机拍摄，弹幕上却一片要求主播直播剑术的。他询问了下他爷爷，得到应允后才敢站在这里直播。我忍不住拿着棍子跟着学，刚才我妈以为我疯了。我也是，这个剑法好精妙啊！我休假在家的哥哥都表示，在警校都学不到这么好的招数。关键是改成格斗术也很强啊！不少人都是听说虎鱼上有人直播剑术才过来的，不少武术爱好者都想看看什么剑术能这么火，没想到这一来直接成了粉丝，打赏的一个比一个狠。
这样出手确实简洁快速。我说我的拳法有个地方怎么总是有违和感？原来应该将腿横踢。等等，我们不是来填足波的正式美颜的吗？为什么这里都变成了武术协会的探讨地了？但是这剑法可是真的很好看啊！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被教会了。小孙子在热榜上看到我在教大孙子剑术，急忙回家修炼，不曾想晚上就引气入体了。随着观看人数越来越多，直播直接上了热搜。最近因为直播行业发展越来越火热，做的最好的就是芋圆直播和菠萝直播了。虎鱼作为一个老牌直播平台，受到了不少的冲击。这段时间他们的直播观看人流量都渐渐减少了。这下看芋圆直播和菠萝直播怎么跟我们抢流量？你快去联系一下这个主播，一定要把人给我留下来。直播合同也需要改变一下，不能再被人给我挖走了。我知道了，老板。虎鱼直播知道叶岩是王景焕公司艺人，联系到王景焕将合同改为 S 级合同，平台不会干涉叶岩的直播，且只拿1%打赏费用。王景焕将 S 级合同的事情告诉给叶岩。这是真的吗？放心，合同的事情我认真的看过，而且我和虎鱼的老板是好兄弟，想必他也不敢搞什么阴阳合同。还有一件事，以后的直播内容可能需要更改一下。有规定要做什么内容吗？这次虎鱼想要重新签订合同，不过也是为了利益。而现在你的粉丝其实看中的都是你昨天直播的内容。你是说让我直播我爷爷教导我哥武术的画面？对，或者是与武术相关的事情。可我爷爷不一定会同意。或许你可以问问叶神医，也许叶神医并不排斥直播。我先去问问吧。问什么？爷爷，你怎么总是神出鬼没的？都吓死我了。小丫头，你这胆子还是得好好训练一下，不然以后可不太好哦。你们俩不是在商量什么事情吗？我怎么听到你们好像要找我说什么？叶岩连忙将直播的事情告诉给叶小二。叶小二想了想，没觉得这是个什么大事。再说，如果有人真的跟着学习，那岂不是更好？强身健体，提升国民身体素质也是挺不错的，算是在给祖国添砖加瓦吧。可以，你们若是想让我配合都行，我觉得直播也挺有意思的。叶小二可不是什么老古董，他自认为自己还是个很开明的老人家呢，怎么也得跟得上时代啊。刚子，上上，哎呀，你躲什么啊？差点就干死他了，哎，又死了，你这个坑货！哎，玉玲，这不是你哥哥吗？你快看看是不是啊？你哥他们上热搜了。什么热搜？什么东西？我看看。不行，爷爷太偏心了，教大哥却不教我，就不能一起教吗？我要回家。哎，玉玲，你不玩了吗？不是说好了这几天和我们好好聚聚的吗？行了，兄弟，你不是好奇我家最近搬到哪儿去了吗？明天就带你去看看。这可以，你还从来没有带我去过你家，我明天要不要带什么礼物？不用了，带人就行了。回到家后，叶玲第一时间找到了叶小二。爷爷，好好说话。爷爷，我都看到热搜了，你们玩好玩的，居然不带我一个。什么好玩的？你这2天还没玩好，回来可是连你的人影都没有看到。那怎么能一样？你们都玩起剑法来了，而我还在游戏里耍大剑。那是你大哥，他引气入体成功了，这是爷爷给他的心法所要求的，必须要从剑法学起。你到现在还没引气成功，想要学东西，好歹也得踏入门槛啊。爷爷，你放心，我今天一定可以引气入体的。说完，叶玲便跑回了自己房间去修炼了。其实他在昨天晚上修炼时已经隐隐能感受到了，但他还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是引气入体。作为一个天灵根，原本就比别人更加容易修炼成功，现在没有叶景修炼速度快，不过就是贪玩罢了。果然到了晚上，叶玲便来房间找叶小二了。爷爷，我成功了，我也修炼入了门槛，我是不是也可以学习练剑了？只是基础剑法罢了，你们都可以修炼。那我是可以和哥哥修炼一样的吗？当然不行，你们灵根不一样，修炼的方向当然是不同的。他更适合修炼那个心法，而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你和我一样都是天灵根，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学习同一个心法的。真的吗？爷爷，我想和你学习一样的。可我这个心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叶小二将他自己所学心法天眼玄书的好坏告诉给叶玲。如果你不想学爷爷的天眼玄书，也可以学习其他的。爷爷这里还有几个其他很不错的高级心法，且都是完整的，让你修炼至飞升都没有问题。天眼玄书虽然厉害，但确实不可控性太强了，爷爷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一定能修炼成功。爷爷，我不想选择其他的，我只想选择最强的。叶小二见小孙子如此坚定，越发觉得这小孙子的性格和自己相似了。他将自己的心法交给了叶玲。
并告诉他修炼到后期就需要他自己的推演创造了，但前期修炼威力自然也是不弱的。叶灵刚走，叶嘉信跟盛素华接着走到叶小二房间。爸，我们想清楚了，我们也想修炼。最近看到自己的大儿子天天沉迷于练剑之中，叶嘉信如何不羡慕？爸，虽然我们想要修炼，可是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现在的生活。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我也没有想过让你们放弃正常的社交活动。于是将引气入体的心法发入他们识海中，挥挥手让他们自己去修炼。韦院长带学生到我家让我传授医术，不曾想被学生质疑。为了让他们相信，我带他们到广场找患者治疗。第二天一大早，叶嘉信就告诉叶小二文院长要带人过来。爸，文院长问是否现在可以过来。既然已经答应了要去指导那些孩子们，自然不能食言。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那边文院长带着4个学生已经到路上了，这4个学生可是从医学院里挑出来的好苗子。这条路怎么通往的是富豪区？是啊，文院长不是说要去和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学习吗？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指导医术的地方啊。听文院长说是过来学习中医的，齐白树有些不屑，在他心里可没有比他爷爷更厉害的中医了，但是他还是想见识见识。夜神医，这些学生已经到了，无需多礼，明日即可开始学习。听了这话，齐白竹皱起眉头，这人到底是什么人？文院长的恭敬虽然让他很是惊讶，可就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子，和他差不多大的年纪，凭什么来教育他？文院长，您不是应该跟我们介绍一下老师的情况吗？我们想知道他有什么本事可以教导我们。是我疏忽了，该给你们正式介绍下叶神医。我也没有什么大本事，不过是救死扶伤而已。救死扶伤这话只要是个医生都能说，既然你要教导我们，至少得让我们知道你有什么本事可以指导我们吧。闭嘴，不可无礼。既然如此，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有何能力能够指导你们。文院长，你带他们跟我走。叶小二带他们到一个人多的广场，走向一位坐轮椅的老人。他不会想当众治疗好这个人，让我们相信他的医术吧？不会是托吧？老先生，我能看看您的腿吗？你看我这腿是有什么治疗方法，还是什么个意思？是这样的，我这边有几个学生，他们想了解到我这个作为老师的能力究竟在哪里，我想以您为试验，让他们看看。袁炳这腿已经有几十年了，根据自己最近的治疗状态来说，那个圣手也说了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去调养，才能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站起来，腿能不能治好都是一个未知数。既然也就这样子，似乎也不怕会更坏了，而且他也好奇这人要怎么证明，于是他点头便答应了。你们几个先检查看看是什么情况。一番检查下来，也只能告诉他们这人确实是腿部受损，无法站立。这可以治疗，只是需要点时间，我们可以结合针灸和药浴治疗法同步进行，大概半年左右，应该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得出结论？意思是不一定能治好？这种事情怎么能说个准确？这中间如果腿部出现病变，当然会影响治疗效果，谁也不能保证能治好啊。那你想怎么证明你的医术？当然是让他现在站起来。我虽然不能让他一次性治疗好，但我可以让他暂时性站起来。叶小二的目的是传承古医术，不是修仙，所以并不使用灵气。这不可能。您介意我对您施针吗？袁炳摇了摇头，他也很好奇，这人到底是在说大话，还是真的有这个本事。叶小二拿出储物空间放着的金针，将金针扎入委中穴、肾俞穴、大肠俞穴等几个重要穴位，金针突然颤抖了起来，如同触电一般快速地震动了起来。您起来走走看。真的站起来了？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你们这些相信叶神医的医术了吗？乖乖跟着叶神医学，不要想些有的没的。谢谢你，真的太感谢你了，小伙子，我可以请你帮我继续治疗吗？您这个腿还需要针灸，再配合药浴调理1周，便可以恢复正常行走。叶小二将自己的详细地址告诉了袁炳，然后带着众人回到了别墅。我相信你们4个人都是学校里最为优秀的学生，可是目前你们要学的东西，可能是你们之前都没有学过的。我知道你们不服我，你们现在想离开的，也可以告诉我。当然是没有一个人想着要离开的，毕竟实力都展现出来了。既然没有人想离开，那就好好学习。作为一个医生，最为基础的便是得学会自己如何辨别药材。叶小二早就想好了自己目前培植的那些药材，交给这几人正合适，于是带他们到药田讲解药材的特性功效。听到这些药草的功效后，惊得众人目瞪口呆。这个册子上的草药都是我这边准备要培植的，它们的功效和作用都在这上面。
还有培植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你们将药材的特性都了解清楚后，我会教你们怎么去炼制相应的药物。这边袁炳高兴地回到家里，想着等儿子回来了跟他说说，让他准备好礼物，明天针灸的时候带过去给叶先生。爸，我带吉医生来给您看看。老吉，你来了，你快给我看看，我的腿是不是快好了？为什么您会觉得自己的腿已经好了？今天运气好，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于是他将今天的事情从头至尾都说了一遍。吉医生，你给我的父亲看看他腿的情况。这情况似乎是真的有好转。那是当然，我还是很相信那个小伙子的，他的医术很强。袁玉成担心自家父亲受骗，他觉得自己还是要带自家老爸去医院看看才行。吉广白也觉得挺好奇的，他自知自己的医术还没有医疗科技的精准多，于是也跟了过去。一番检查下来，袁玉成终于放下心来，他父亲的腿是真的好了不少。给你们说你们还不信，叶医生说了，我这腿去他那边针灸加药浴，不出1周就可以恢复行走了。袁玉成连忙表示，明天他父亲去针灸的时候，他也要跟着过去。他倒是很想认识这个叶医生。吉广白自然也是非常好奇，他也挺想见见这个人的。我昨天在街上治疗的老人，今天带上儿子，跟以前的医生来我家，遇到陈老帮我当管家，震惊了他们。哎，兄弟，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要去你家玩的？我们都等了好久了。叶灵这才想起来自己之前答应要带自己兄弟们回家的事情。哎，你们等等我啊，我马上来接你们。叶灵知道自家别墅偏僻，担心他们找不到路，无奈之下只能去祈求正好在家的老爸。没有办法，自己没有驾照。刚哥，林哥怎么还没来啊？可能家比较远吧，一会儿去叶灵家，你可得注意点啊，不要随意乱看乱瞄，他的条件你也是知道的。放心吧，刚子哥，我都知道的。这车牛啊！刚子、强子，你们在干嘛呢？发什么呆？赶紧上车！不是说好今天带你们去我家玩吗？两人面面相视，他们才发现是不是对于叶灵的家境有些误会啊？能开这种车的家庭，真的条件会差吗？如果这叫做条件不好，那我们岂不是乞丐？我去超级富人区。叶灵，原来你家在这儿，难怪说搬家后离学校远了，这可是传说中的月影山庄啊！林哥，这里好适合踢足球啊，打篮球也是不错的，就是差个篮筐。你说的倒是不错，我听别人说这块原本是作为高尔夫球场使用的，不过我家都没有人会打这么高雅的球，所以这草坪就是闲置了，现在都是给我哥在练剑使用啊。对哦，林哥你家是武术世家，林哥。既然你家都是习武的，那你会不会武功啊？我还在学，哈哈。叶灵不想在这个话题上打转，他担心一会儿这两家伙让他表演一个，就他这技术含量，表演不出来也太尴尬了。别说这些了，我带你们看一个好玩的。哇，这个爽！泳裤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玩。叶小二看到那几个孩子们在后面戏水时，笑着摇了摇头，年轻真好啊。吉白树看到叶小二摇头，立马停下手中的动作。老师，我这里是哪儿做的不对吗？没有，做得很好。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医者。还是老师厉害，年纪轻轻已经有这么厉害的医术了。我要是能像老师这么厉害就好了。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今年都60岁了。老师，您这是在开玩笑吗？叶小二都在思考，自己要不要把身份证贴在这张脸上。真的。我骗你做什么？吉白树突然想起了叶小二之前说的一个草药，可以美容养颜。天哪！如果这个丹药效果这么好，岂不是人都不会老了？吉白树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跟着叶小二学习。等丹药治好了，就可以拿去给自己爷爷用了。陈老自告奋勇地提出帮助叶小二管理别墅的一切事宜。叶小二也懂他的意思，该给的好处还是会给的。更何况这别墅原本的主人就是他。不得不说，陈老对于管理非常的有一套。将别墅管理的井井有条。今天袁炳带着袁成玉和吉广白来到叶小二别墅，袁成玉和吉广白都是认识陈老的。袁成玉是海市市委副书记，吉广白则是吉白竹的爷爷，医术也是闻名海市，全国各地来找他医治的也不少，都是海市的大人物。袁成玉来之前把叶小二所有资料都是调查清楚了的，知道陈老将产业都转交给的事情。
他没想到陈老也会在别墅。你发现没有，陈老是不是比以前年轻很多？感觉像是20年前的陈老，不会是认错人了吧？欢迎你们，叶先生已经在书房等候。陈老，我现在是叶先生家的管家。管家？这个海市呼风唤雨的4大家族之一的陈家当家人，居然是这家的管家，这人到底是什么人？居然可以让陈老心甘情愿地做一个下人？袁炳可不知道这些，还愣着干嘛？可别让人久等。叶医生，让您久等了。您叫我叶小二就好，我可不是医生。谢谢您帮助我父亲治疗双腿，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了，礼物我很喜欢，谢谢。这还没打开看就很喜欢了，这么敷衍的吗？我正在找这个东西来炼制自己的丹药，没想到你今天就送过来了，省了我不少事。三人俱是一惊，袁炳和姬百广是惊讶于袁成玉带的东西，而袁成玉自然是惊讶为什么东西还未曾拿出来。叶小二便知道了。今天腿的状况如何？感觉好了不少，痛感减轻了不少，感觉自己差不多可以站起来了。那就好，现在还是不宜过度用途，毕竟腿部还在恢复期间。那现在帮你治疗吧。叶小二将针扎入腿部的几个穴位，扎入腿部的金针轻轻抖动了起来，并且有着轻微的气体在金针四周围绕，看得袁成玉内心啧啧称奇。没有见过针可以不经过电流便能抖动的，吉广白当然也是极为震惊的。他很好奇，这白色的雾气究竟是什么？白雾散尽，叶小二才将金针取了出来。请问那个白色的雾气是什么？施针的过程中为何会出现这种白雾？这是人体自有的生气，阴陵源、血海、三阴交等这几个部位，加上乳中穴，可以让人的身体自然形成生气，用以修复自身的损伤。虽说是治疗，但更多的是人体自身的修复。原来如此，这才是古医术的精髓，以气养气。看来自己在医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啊。这药包拿回去放在热水里泡上半小时，这是1周的量。这周过后再看腿部的恢复情况。袁炳连忙接过药包，连连表示感谢。叶小二摆摆手，表示今天的治疗就告一段落，他们可以自行离去了。为了帮陈建业他儿子快速恢复手脚，只能收他为徒，传他修仙法术。白术。爷爷，你怎么在这里？我倒是挺想问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和叶老师学习医术，您不会也是来这里学习的吧？你在这里学习，我也很想跟他学习啊，就是不知道这位叶先生愿不愿意带一年纪大了的老人家。对呀，文院长带我们过来的。哎，爷爷，你们不会就是陈老说的客人吧？那我现在应该可以去找老师了。爷爷，你干嘛？快放手！我还有问题问叶老师呢。臭小子，你在这里可要好好学习，不要总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还有，你偷偷的问问叶先生，他介不介意再带几个学生？爷爷都这么大年纪了，居然还想要来这里做学生。要知道，您可是咱们医学院的荣誉教授，要让人听到你一个教授级人物在做学生，岂不是得被笑掉大牙？吉广白可不管吉白主怎么想，跟人学习并不可耻，无知才是最可耻的。你记得问问。知道了，爷爷。叶小二之前为他们开辟出来了2块地，要求他们将药值分别移种在2块地上，观察药值的反应和效果。原本吉白树还认为这种做法可能有点多此一举，这2块土地究竟有什么区别，他还真的没有看出来。然而今天他惊讶地发现，种在另一块土地上的其中一个药株居然开始萎靡了。对于吉白树的到来，叶小二并没有多大的意外。原本他设立2块土地就是想试一试普通土地上这些药材能否生存下来。急什么？不就是一次失败吗？何必担心这么多？老师，你怎么会知道这药材种在另一块的上会干枯？我猜到了，另一块种子被我撒上了特殊的肥料，所以自然会成长得快一些。那我们是不是要让所有的土地都撒上肥料？如果是这样，那你可能有的忙了。且这肥料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便能制成的。与其想着将这些药草都种植出来，不如先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哪些药草适宜在另外那块地能生存下去。老师，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能够适宜的药草种植在不同的地方，而不适宜的则继续在有肥料的土地上继续种植。我这就去。
叶先生，袁成玉在走之前留给了我们一份礼物。袁玉成经过调查，知道陈老的公司正在竞争城南那块地，于是就让秘书将整理出来，拿给了陈老。公司的事你自己处理便好。这块城南的地很重要，最近我们公司就是在争取这块地。嘉庆他为了这件事可是忙了不少时间。放心，他给的人情我承了，自然也不会亏了他们。当然，你也是。子轩也来了几天了，应该稍微适应了些。这孩子虽然并没有什么其他过激的举动，可越是如此安静，我便越心慌。我宁愿他能发泄出内心的痛苦。我去看看他，让人过来后自己都没有去看过。既然选择了接手他，自然还是得想办法将人给治疗好。很痛苦吧？成为一个只能躺在床上的废人。被人刺中内心的痛苦，陈子轩依然静静地躺着。若不是怕父亲伤心，他可能真的没有活下去的信念了。叶小二走到陈子轩身边，以神识认真地打量了他的身体。虽然之前以灵气进行了修复，但那时的目的只是能把人救活就好。可如今不一样了，陈老可是帮他做了不少事了。看到如今的陈子轩，叶小二瞬间闪过了一个想法，或许这个可以帮助陈子轩能更快地恢复。火灵根上品资质，做我的弟子还是够格的。你可愿意成为我的徒弟？这人在说什么？做他的徒弟，我都不认识他。更重要的是，自己成为了他的徒弟，这人能得到什么好处？自己又能做什么？别装死！我知道你听到了我说话。如果想要成为我的徒弟，你可以点点头。你的身体可还没废。我知道你很疑惑，为什么我要收你做徒弟？那我便告诉你，我可以让你的身体恢复正常。陈子轩的身体剧烈地抖动了起来。这话说得很是荒诞，可对于一个曾经健康过的人来说，恢复正常是多么大的诱惑力。放心，我也不会去害你。要知道，你这条命还是我救回来的。我可没有兴趣救了你，然后又杀你，浪费我的时间。他是救自己的人。这几天曾听父亲提起过，有一个医术极为了不起的人救了我。原来是这个人。可是这样的人收自己为徒有什么好处？自己可不会任何医术。看着床上的陈子轩，努力地扬了扬下巴。叶小二便知道了对方的意思，放松你的精神，接受我给你的东西。随即，陈子轩便感受到一道七八道的闯入了自己的脑海，脑海中充满了胀痛感。不一会儿，开始浮现一幅幅的图画及文字。太神奇了，这字画居然会直接印入自己的脑海。这是焚月明书，适合你的体质，但你现在需要做到的是气入体。叶小二将心法传入他的识海后，便告诉他该如何去引介。神仙法术，神仙法术啊！自己可能再也不是一个废人了。我观察过你的体质，是非常适合修炼的，想来修炼速度并不会慢。我想不断时间便能见到能说话的你。若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让你父亲来找我。你是我收的第一个徒弟，自然是首席大弟子。以后我可能还需要你来帮我管理一些事宜。今天准备教大孙子练基础剑法第2式，于是叫上小孙女起来直播练剑。今天一早，叶小二监督叶景完成了每日的基础锻炼任务后，便准备指导叶景学习基础剑法第2式。想到了自家孙女还要直播的事情，便让叶景将人给直接从床上拉了起来。爷爷，这么早就直播吗？现在才6点半，这么早直播没有人看的。这直播还得分时间段？那是当然，现在的人生活作息原本就不规律，直播都是晚上的时间段，观看的人数最多。那不行，早上锻炼是最为有成效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到晚上才去学习，这像什么话？爷爷，或许我们可以选择上午10点钟。哼，叶景，现在开始。哎，等等，爷爷，我马上开直播，现在开就现在开吧，至少还有录屏给别人看。嘿，这是谁这么一大早就在直播了？哇哦，主播素颜真能打！主播贴贴这么早就开始直播了？没办法，我爷爷他老人家起来的早，所以我们以后的直播都会在早上开始进行。哈哈，那我们来得很及时，就让那群熬夜党们看录屏去吧。我还在床上，赶紧爬起来，跟着学啊，兄弟们！根据我爷爷所说，今天将学习基础剑法第2式。第2式比第1式的要稍微难一点，第2式更讲究的是一个字快，
我让你之前不断练习出剑和收剑，就是想让你锻炼手臂肌肉的反射力，这样在练习第二式的时候，学习起来更为容易。现在我演示一遍，看好了。好强的剑气，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了。这真的不是 PD 吗？真的有这么厉害的剑术？自己需要练习多久才能和爷爷一样拥有这么厉害的剑术？慢慢来，你才刚开始。叶景这段时间因为叶小二的培训，记忆力虽说不是过目不忘，但也算是极好的。叶小二演示的时候便将自己的速度放慢了10倍，就是为了能让叶景去记忆。主播，你大哥记忆力很强啊，才演示一遍便将这剑术记得差不多了。我表示现在我只能跟着大哥学，要跟上爷爷的速度，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走。楼上的，你怎么也叫爷爷了？这么年轻的爷爷能生得出你这么大的孙子？主播的爷爷就是我的爷爷，他要叫我孙子，跪下我都愿意。叶岩开播的消息直接被那几个来得早的粉丝在微博上宣传了一番，将叶小二舞剑的视频放在了自己的微博上。不少人一睡醒便看到了这条消息，马不停蹄的便赶了过来。爷爷什么时候再舞一次剑？孙子想看，我为什么要睡懒觉？但凡我早起一点，我也能跟上我爷爷的步伐。哎，你们都起来这么早的吗？早什么早，连爷爷的直播都没能赶上。为了跟我爷爷的作息一致，以后每天6点钟就会开始直播。这也太早了，我表示我起不来。为了爷爷，我只能努力的从床上爬起来了。看来为了小喜，我也要改变自己的阴间生活了。明天开始回到阳间。说实话，我都不信主播这个时间能起得来。哼，我定个10个8个闹钟，总有一个能叫醒我的。下直播后，叶岩将早就准备好的录播直接发在了自己的微博上，便不再管了，他自己还要去修炼呢。最近叶小儿修炼的速度越发的快了，他能隐隐的感觉到蓝心的灵气越发的浓郁了起来。这灵气的浓郁对于叶小儿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他能快速的吸收大量的灵气，可这对于蓝心的其他的生物而言可不一定是好事了。有些动植物对于灵气较为敏感，或许会产生些许变异，这对于人类而言可并不友好。叶小二越发觉得发展自己势力的重要性了，而且这个势力最好是能和官方合作。现在在位的首席是个真正爱国忧民之人，或许自己要快速的发展起自己的势力，可以找他合作。叶小二仔细思考了一番后续的发展方向，既然要合作，当然是要送给对方一个大礼，展现自己合作的诚意。叶小二将袁成玉送过来的药鼎拿了出来，他自己是有药鼎的，但都是极品药鼎，以他现在的修为根本无法使用。这药鼎或许在叶小二看来并不算什么好东西，但也仅仅是以异世界的眼光而言，这隐约能透出灵气的器具，想来应该是属于古董级别了。试试药鼎能否承受得住高温的炼制，那便以最简单的回春丹做实验。没想到自己的炼丹术已经退化到了如此地步。叶小二看到自己炼制出来的回春丹只有10粒，叹了口气，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能一次性炼制出20粒回春丹的时候已经是元婴期了。